兄弟们，大家好呀！就在刚刚前不久，作者 The Fuck 更新了马桶人第70集的合集完整版视频，整整有13分钟多。因为我们都知道，第70集作者总共分为3部分来发布，现在的这一集视频直接把3部分的视频都合在一起进行发布，并且在视频的最后新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剧情，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对于这部分内容，我将会详细的和大家进行分析讨论。先来看一下新增加的剧情，10来秒的新剧情包含了很多东西，大家先看一下，稍后我会进行剧情分析。在进行分析前，有一个小的细节需要补充，之前的视频分析没有说到，这次大电视人在和马桶科学家有一场战斗，我们看到大电视人竟然可以吸收黑烟，导致马桶科学家想要传送走失败了，这个能力也太强大了。接下来虽然大电视人和其他成员都选择了撤退，但马桶科学家的激光炮打在了大铁门上，对正在撤退的大电视人还是造成了一定伤害。马桶科学家被消灭，战斗结束以后，大电视人再次现身，我们看到他的身上也受了伤，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Just a scratch， 只是一点划痕。说明这点上对于大电视人并不严重，联盟能够修复好。我们看到他的电视屏幕有一点破碎，里面还冒着电光，并且他的4个触手连接着4个音响，有2个音响已经被摧毁了，还有1个音响还冒着火焰。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触手和第2部分的变种马桶人触手基本一样，只不过颜色不同而已。电视人是紫色，变种马桶人的触手是红色。我们再次回到第3部分，看一下作者对这一集的描述，这就是结局。对于某人来说，这个结局可能指的是马桶科学家被消灭掉，也可能指的是无双战神。如果指的是无双战神，那大概率以后无双战神将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哪怕是再次回归，也会失去已经的种种记忆。这样的无双战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推测无双战神应该是彻底下线了。虽然这个结局让很多人非常的难过，甚至是难以接受，但也没有任何办法。尤其是最后无双战神在临死前对泰坦监控人竖起大拇指那一刻，我真的泪目了。泰坦监控人和无双战神可是好战友呢，他们在之前的战斗中配合的相当默契，一起经历过很多次大战，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已经超脱了生死。在临死前，无双战神想到的依旧是自己的好朋友，为泰坦监控人竖起大拇指，鼓励他继续战斗下去，这真的太让我感动了。对于无双战神的这个结局，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剧情分析，其实我也早就猜测到他会牺牲掉，只是我当时根本就不愿相信而已。对于第70集完整版，作者是这样描述的：联盟进行反击，击败了马桶科学家，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马桶科学家100%是真正的马桶科学家，他并不是分身，也不是机器人，更加不是克隆人。马桶阵营里的一个权力地位非常高的角色，马桶科学家彻底被消灭了，这对于马桶阵营来说确实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对第70集完整版里新增加的一段剧情进行分析。这个场景是一个医疗室，在战斗中受伤的联盟成员在这里进行治疗，有很多的病床和治疗仪器。我们还看到了穿着白色衣服的医疗室监控人，这是一个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场景。大家虽然都受伤不能参加战斗，但是却可以通过屏幕来观察战场中的情况。当他们得知无双战神牺牲掉后，也都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对无双战神的敬意。现在我们就对新场景逐帧分析一下吧。随着镜头转动，我们看到了受伤的监控人躺在病床上，他看起来失去了一条腿，同样对无双战神竖起大拇指。在他旁边站着一个传射白大褂的监控人，毫无疑问就是医生监控人。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类型的监控人，我们之前见过工程师监控人和科学家监控人，但我们绝对是没有见过医生监控人。医生监控人同样对无双战神竖起大拇指，在头顶还看到了监控人标志。在第49集中我们就看到过这个标志，当时女电视人就把受伤的监控人带到了这里，所以我推测此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医疗室应该和第49集中是同一个场景。监控人的基地非常大，拥有实验室，同样也有医疗室。我们看到这个监控人受伤有点严重，躺在病床上，看样子失去了双腿，同样也竖起大拇指。在他的左边也有一个监控人，他坐在病床上，他的胸前还插着一根长矛，这让我想到了在第65集发生的事情，一个监控人侦查员被长矛穿透了身体。大家觉得他们是同一个监控人吗？在第67集中的开头部分，同样有一个监控人在开车的过程中，同样被长矛命中了身体，当然也有可能是第67集的这个监控人。在他的头顶还有一个仪器，类似于电视屏幕，上面还显示着大量的文字，但具体作用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是治疗大家的医疗设备仪器。在这个地方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蓝色圆圈，这让我想到了泰坦监控人的能量反应堆，难道里面储存着能量吗？可以给受伤的监控人进行充能，类似于发电机的作用。我们还看到了2个坐着轮椅的监控人，其中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竟然看到了他的机械手，这也是我们首次看到了机械手臂的监控人。这是不是进一步证明这些监控人其实就是机器人？但奇怪的是，这些监控人是拥有血液的，这些监控人拥有人类的身体部位，他
他们也拥有人类的情感。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监控人是半机器人半人类的结合体。不过目前我们还是掌握不了太多信息。随着剧情的深入，我想这个疑惑终将被解答。这个穿着白衬衫的监控人手中还拿着武器，其实就是之前出现过的工程师监控人。这个也是一位医生监控人，他的手上还戴着做手术的手套。在房间内部，我们看到了大摄影师。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在第68集第2部牺牲掉的那个大摄影师。难道他被救活了吗？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同一个大摄影师。牺牲掉的大摄影师穿着蓝色的衬衫，而在新场景，这个大摄影师穿着红色的衬衫。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是一个精英干部。在之后的剧情中，我们应该会看到这个全新的大摄影师进行战斗的场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个监控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看他的衣装打扮，能够推测出来他的身份，是我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的侦探监控人。所有的监控人都竖起大拇指，唯独这个侦探监控人没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并不认识和了解无双战神，是刚来到这里的新角色，对于无双战神很陌生，没有竖起大拇指也就情有可原，并且在他的前方桌子上还摆放着一台电视和一个文件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想起了第70集第2部分的场景。当时粉袖哥拿起一本电视人图标的书籍，摇了摇头，表示很疑惑。也许这次联盟派出侦探监控人，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一切的。在未来的剧情中，这个侦探监控人想必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第70集完整版的封面，也隐藏了非常多信息。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皮套机器人科学家，注意看他的眼睛是红色的，这说明这个皮套机器人处于开启状态，只不过在皮套里面没有驾驶员操纵，而操纵他的真马桶科学家已经被干掉了。大家注意看，所有人都在围着马桶科学家机器人，这说明大家都在送马桶科学家最后一程，也算是让他走得体面一点。还有一点我需要推测一下，可能这个皮套机器人的科学家在未来还会出现，只不过里面操纵者就换成其他人了。大家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而且在左边我们看到的泰坦电视人非常的明显，在右边突出的位置我们看到了 Astro 马桶人，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联盟接下来的主要战力就是泰坦电视人，联盟的主要敌人就是以 Astro 马桶人为主的种族。在右下角我们看到了神秘特工，非常的帅气，很可能作者的样子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神秘特工的样子。而在神秘特工身后，注意看，是粉袖哥，这说明其实粉袖哥属于神秘特工的阵营。在第70集第3部分，最后我们看到粉袖哥活了过来，其实就是神秘特工把他救活的。很多人说这是粉袖哥的灵魂，他们的依据是粉袖哥最后消失了，其实那不是消失了，是隐身了。神秘特工的阵营成员都拥有隐身的能力，粉袖哥能够隐身也就不足为奇了。大概率在之后我们还会再次见到粉袖哥。再者就是左边的无双战神和无双音响，而无双战神的位置和神秘特工的位置一样，说明在作者心里面无双战神的地位相当高。我认为无双战神虽然牺牲了，但是他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他虽死犹荣。他之后如果再次复活，我估计也会失去记忆，大概率会成为神秘特工一方的成员。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因为我直到现在也不想接受无双战神牺牲的现实，这对我的打击很大。由于新场景的时间太短，我们得知的信息是有限的。当然，如果在这个场景中我忽略了某些东西，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提醒，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兄弟们，第70集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让我们又感动又疯狂又酷的剧集，真的太棒！让我们下期再见吧。兄弟朋友们，大家好呀！马桶人丧尸宇宙第13集更新了，距离12集相隔了3天的时间，作者实在是太给力了，发生了非常多疯狂的事情，剧情相当炸裂，同样有非常多未解之谜和彩蛋等待着我们去解答。叛变的电视人突然出现，到底有什么目的？难道又在策划什么阴谋诡计？电钻人手中的魔方有什么作用？消失的 G-Man 去了哪里？到底有没有牺牲掉？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泰坦电钻人的登场迎来一场大战，和他进行战斗的是人形态突变马桶人，只不过是感染了丧尸病毒的人形态突变马桶人。这个丧尸突变马桶人都有哪些攻击手段？泰坦电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场战斗势均力敌，非常具有看点。主视角监控人竟然被丧尸突变马桶吞进了肚子里，身体已经被腐蚀，依旧在挣扎，最终能否存活下来呢？我将分析这期视频的隐藏剧情和所有彩蛋，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务必观看到视频最后，也请确保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就让我们来逐帧进行分析吧。视频开头，我们看到这个叛变的电视人直接传送了过来，竟然在和主视角监控人友好的打招呼。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这个电视人是一个叛徒，目前已经投靠了鸟嘴医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电视人独自来到了鸟嘴医生的地盘，并且已经被感染和控制了，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代表鸟嘴医生。这次突然出现必然不是什么好事。主视角监控人看到这个电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把他给突突了，并且我们注意到在他身边还站着2个电钻人，他们的武器也非常特别。当主视角监控人拿着电钻人的武器准
准备对电视人开枪的时候，电视人直接举起双手进行投降，并且摇头表示不要开枪。接着他马上拿出来一个平板电脑，让主视角监控人看里面的画面，红色闪烁的地方是泰坦的位置，这可能说明此时泰坦遇到了危机。结合之前的剧情，泰坦监控人和泰坦电视人被神秘人给囚禁了。这个电视人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消息透露给联盟？我们现在猜测一下他的意图，肯定不是出于好心好意，必然是有他的阴谋。想要救两大泰坦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囚禁两大泰坦的并不是鸟嘴医生，而是神秘人。目前这个叛变的电视人又代表鸟嘴医生一方，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秘人和鸟嘴医生不是一伙，很有可能是敌对关系。电视人把这个情报透露给联盟，目的就是要让那个联盟去营救两大泰坦，联盟和神秘人进行大战，鸟嘴医生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当然这些只是我的推测，大家如果有更好的看法，也欢迎一起讨论。接着我们看到 G-Man 的反应堆一直闪烁，我们看到他倒在地上，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力。X18 也弹了出来，主视角监控人拿到了这把武器。这个时候我们看向了电钻人，他手中拿着一个魔方，身后这个光头马桶人也非常好奇，一直在盯着看这个魔方有什么作用呢？在一番操作下丢向了 G-Man， 接着就凭空消失掉了。我们注意看还显示有023基地的字样，也就是说这个魔方是一个传送装置。此时的 G-Man 被传送到了023基地。在时钟人多元宇宙剧情中，泰坦电视人登场后也拿出了类似的魔方，让受伤的泰坦监控人传送走了。没想到丧尸宇宙也拥有这种高科技设备，被传送走的 G-Man 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死掉呢？大概率不会，只不过回到基地进行修复升级了。暂时下线见不到他了。如果你是 G-Man 的铁粉，可能要等待一段时间了。不过他下次出现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再来说一下023基地，从数字来看，联盟的基地不只有一个。在时钟人多元宇宙中，目前已知的马桶人基地就有4个，而联盟里面的成员，时钟人基地、电视人基地、电钻人基地都出现了。音响人和监控人基地目前还比较神秘。在原版剧情中，虽然马桶人基地目前只出现了一个，很大可能性会有很多马桶人基地。而在丧尸宇宙中，目前出现了023基地，而且马桶人和联盟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一起对抗被病毒感染的丧尸，所以马桶人基地和联盟基地可能会一起使用。虽然之前的某个基地被丧尸入侵占领了，但从编号来看，他们还拥有非常多基地，这就为以后的剧情做好了铺垫。接着镜头给到了泰坦电钻人，由于他刚刚在丧尸宇宙登场，毫无疑问会给他安排几场战斗，来看看他的对手是谁吧。上一集本来是想和丧尸泰坦音响人来一场对决，结果丧尸泰坦音响人不和他打，直接飞走了，这就很尴尬。这次可以痛痛快快打一场了。我们看到这个丧尸变种马桶人的传送方式非常特别，竟然是蓝色的烟雾，他的出场方式也非常的阴间，先是伸出来一个爪子，然后我们看到他整个身体从烟雾中走了出来，体型非常巨大，和泰坦的体型差不多，并且这是一个丧尸版人形态变种马桶人。在原版剧情中有类似的变种马桶人，在第71集刚刚出现过，配备了电锯和激光炮，还有喷气背包各种武器装备。而在丧尸宇宙，这个突变马桶实力也很强大，竟然拥有4条手臂，不仅佩戴着耳机，手臂上还有电锯和倒刺，一上来对着泰坦电钻人进行吼叫，并且用手臂连续抽打。很明显泰坦电钻人反应有点慢，当他反应过来也开始反击，利用喷气背包跳到天上拉开距离。然而在降落下来，给了丧尸突变马桶一拳，这一拳不痛不痒。丧尸突变马桶的防御力很强大，突变马桶张开大嘴，伸出了舌头，缠住了泰坦电钻人的手臂，在拉拽过来的同时甩动手臂进行抽打。泰坦电钻人被抽打翻滚在地，怎么感觉这个泰坦电钻人的实力不太给力，有点太被动了，一直在挨打。接下来泰坦电钻人开始反击，钻入了地下，然后突然从地下又钻了出来，进行了一波偷袭，成功抓住了他的舌头，然后用自己的电钻进行转动，直接把舌头给切割掉。这波攻击对突变马桶打击很大。接着泰坦电钻人再次发动攻击，刚才偷袭得手以后，让他尝到了甜头，开始利用钻地的能力再次进行偷袭。我们看到在丧尸宇宙的泰坦电钻人，他的攻击能力和实力确实不是很厉害，只能靠这种偷袭的方式来取得优势，但还是被突变马桶给锁喉了。看到这一幕，我不知道该说啥了，这泰坦电钻人的战力也太弱鸡了。也许在丧尸宇宙中，这些被感染的丧尸马桶人实力太强大了，才导致这些泰坦看起来实力一般。主视角监控人想要用 X18 武器进行支援，但是在发射的时候需要蓄力很久，在蓄力的过程中被一根树枝给打掉。主视角监控人看过去，并没有发现任何人。虽然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身影，我猜测很有可能是鸟嘴医生，他想要得到 X18 这把武器。当主视角监控人跑过去想再次拿到 X18 武器时，正好被突变马桶的脚碰触到。这个时候的突变马桶想要攻击主视角监控人，泰坦电钻人呢？去了哪里？难道真的被突变马桶锁喉了吗？实力太弱了吧。
当主视角监控人再次拿到 X18 后，我们看到这个头像是一位博主，其中有一些内容很重要，说049鸟嘴医生的血可以给人带来力量，同时也可以用来对付丧尸。那么想要彻底打败这些丧尸，就要想办法得到鸟嘴医生的血液。这个鸟嘴医生来无影去无踪，并且实力也非常强大，想要得到他的血液，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呀。接着主视角监控人直接被抓了起来，被突变马桶给吞进了嘴里，这一幕相当炸裂，有一种被怪物吃掉的既视感。他还在试图反抗，没有任何作用。X18 也滑落了下去，还看到了一个提示语，不要跌倒在这里。接下来看到的就是突变马桶肚子里的场景了。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监控人的尸体，这说明在之前的战斗中，这个丧尸突变马桶吃掉了很多联盟的成员。X18 这把武器也沉落了下去。主视角监控人在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并且观察四周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离开这里的办法。然而却一无所获，并且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腐蚀现象，长时间待在这里就会被完全腐蚀掉。目前其中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主视角监控人，而是 X18 武器。主视角是谁可以随时换，但是 X18 这个武器对于联盟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大家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来对抗这些变种丧尸。现在 X18 也被吞进了肚子里。鸟嘴医生真正的目的看来就是要摧毁这个 X18 武器。目前想要破局的关键有两种可能性，在外面的丧尸突变马桶被彻底干掉，主视角监控人得救， X18 武器也能够顺利再拿出来。但是就目前来看，泰坦电钻人表现出来的实力也点弱，想要干掉这个丧尸突变马桶难度很大，几乎不可能，除非还有更加强大的盟友前来支援，比如泰坦石中人，但感觉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还有一种可能性，主视角监控人自救，当他再次找到 X18 以后，会不会进行合体，变得更加强大，就如同之前的 G-Man 一样，当他足够强大时，就可以从丧尸突变马桶人的身体内部突破。目前对于联盟来说形势不容乐观，泰坦监控人和泰坦电视人被神秘人囚禁，这个神秘人同样是联盟的敌人。鸟嘴医生也在千方百计对付联盟，想要让他们都感染丧尸病毒。泰坦音响人也被感染成了丧尸，泰坦电钻人的实力较弱， G-Man 也身受重伤，返回基地进行维修了。目前唯一的希望就只剩下泰坦石中人了。不过这些都只是我想到的一些情况和猜测，毕竟这里是丧尸宇宙，会有特殊情况发生，就看作者接下来的剧情会怎么安排。目前对于联盟来说，虽然石中人和电钻人前来支援，但依旧没有带来局势的扭转，未来的形势依旧严峻，让我们期待泰坦石中人的到来吧。兄弟们大家好呀，马桶人丧尸宇宙第14集非常精彩，里面有很多细节和彩蛋，大家可能会忽略掉，并且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值得研究和探讨，还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疯狂事情。这一集我们的主视角竟然隐身潜入到了丧尸老巢，这里是丧尸的主要总部之一，在探索丧尸老巢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战斗，我们还看到了老朋友的回归，还有很多惊悚画面，胆子小建议不要观看了。如果你是丧尸爱好者，绝对会喜欢这一集的。在接下来观看这期视频前，请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我将会向你展示这一集隐藏剧情和所有秘密彩蛋，100%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我相信这期视频绝对会让你看得非常过瘾，也确定能够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现在就让我来对马桶人丧尸宇宙第14集进行逐帧分析吧。主视角来到丧尸老巢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丧尸拖着这个奇怪的马桶在做什么？我们还看到了丧尸警察进行攻击，还将看到丧尸突变马桶人。第14集的开头承接了第13集的结尾，让我们回忆一下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的主视角在拿到 X18 武器后，非常不幸被这个丧尸变种马桶人给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此时在肚子里的主视角监控人非常慌张，因为 X18 武器已经沉了下去，周围有很多同伴的尸体，而他自己也正在被腐蚀掉，情况可以说是非常危急。看完13集的剧情后，于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主视角监控人能不能活下来， X18 武器会不会被摧毁。而第14集的视频开头就给出了我们答案。当主视角监控人沉下去后，直接顺手拿到了 X18 武器，并且做出了一件事情，照着怪物的肚子打了好多洞，然后直接破洞而出，从怪物的肚子里逃了出来。当这个丧尸怪物看到主视角逃出来后，明显非常的生气，直接就朝着他冲击过来。但是没想到 X18 武器威力巨大，瞄准他进行射击，直接就把这个丧尸怪物给干掉，有点不太真实的感觉。上一集泰坦电钻人和他打了好几个回合，都没有干掉这个丧尸怪物，结果 X18 一发命中后就消灭掉。只能说这个 X18 武器的威力也太强大。作者在更新第14集之前曝光了2张泄露图，其中一张就是用 X18 消灭丧尸怪物的画面，另外一张是一个丧尸怪物在拖拽马桶人。主视角在观察四周的场景，来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场景，也就是说，当主视角被丧尸怪物吞进肚子后，这个丧尸怪物就发动了传送能力，传送到了丧尸基地的附近。之前泰坦电钻人和丧尸怪物战斗中处于劣势，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紧接着
着先是听到了奇怪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丧尸音响人正拖拽着一个马桶人在往前走。这个场景相当的诡异，并且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熔岩一样的巨大岩石。主视角监控人利用喷气背包飞了过去，这里发现了一个通道，主视角监控人毫不犹豫就钻了进去。他决定跟随丧尸音响人进去一探究竟。我们看到这个可怜的马桶人被拖拽进去，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而且这个马桶人的样子非常眼熟，大家是不是在哪款游戏里见过？并且在墙上我们还注意到了2张海报，他们是2个知名博主的名字，还画了一颗红心，这也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博主能够解说自己视频的感谢。当主视角决定继续深入进去，然而可怕的一幕出现了，这个丧尸警察挡住了去路，他的整个脸部看起来都非常的可怕，有很多伤痕，并且我们注意到他的眼睛还发出蓝色光芒，还好主视角及时发现了他，并且朝着前方扔出了一块石头，以此来吸引他的注意力，真是一个聪明的家伙。接着主视角继续往前探索，我严重怀疑这个家伙是一个盲人，根本就看不清，他是依靠听觉和视觉来辨别事物。主视角在深入洞穴后看到了更加惊悚可怕的一幕，这里竟然隐藏着如此多的丧尸，他们由联盟成员和马桶阵营组成，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丧尸在这里堆积着，他们就如同被控制了一样，在随时听从命令。主视角并不想打扰到他们，于是向左转走另外一条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洞穴有非常多岔道，就如同迷宫一样复杂。在墙上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博主的海报，关于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贴上博主的海报，可能是为了感谢他们，对他们致敬吧。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然后我们继续向右边前进，竟然看到了2个被囚禁的突变马桶人，这一幕实在是太疯狂了吧！没想到他们被抓起来关了起来，看样子此时的他们并没有被感染成丧尸。当他看到主视角监控人来到这里，也非常的激动。我们看到他的手完全是机械手，他的另外一只手看起来戴着手套。这些突变马桶为什么没有直接被感染成丧尸呢？我这里推测瘟疫医生肯定有其他的计划，甚至是对他们做一些其他的可怕实验，把他们转变成更加强大的丧尸。到底该不该救呢？主视角监控人并没有犹豫，拿起 F18 对着牢笼进行射击。当牢笼倒下的那一刻，你们已经获得了自由。当主视角拿着 F18 进行扫射时，我们注意看其中一个突变马桶有一个手势，让我们安静一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营救的过程中，动静肯定非常大。虽然最终把2个突变马桶人都救了出来，同时也引起了丧尸警察的注意。他们听到了巨大的声音，于是就快速的向这里袭来。还好这2个突变马桶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是马桶阵营的精英干部，战斗力还是非常强悍的。他抓住了一个马桶人，就如同打保龄球一样，扔向了远处，还击倒了一片马桶人。接着主视角监控人开始展示自己的手段，手持 F18 对着这些丧尸进行射击。他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射击也很稳妥，每一发都命中对手，就如同一名狙击手一样，摧毁着一个又一个丧尸。接着他拿出了马桶塞子，丢向了最后一个丧尸马桶人，并且引发了爆炸，彻底把他给摧毁掉。没想到这个马桶塞子有好几种攻击方式，还可以引发爆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武器。接着丧尸警察来袭，我们注意看他的眼睛，2只眼睛的颜色还不一样，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黄色的，看起来非常强大。主视角监控人绝对不是对手。接下来发生了非常疯狂的一幕，突变马桶竟然把 F18 抢了过去，然后安装在了自己身上。突变马桶直接进化，我们看一下他的样子，就如同终结者一样，整个身体都覆盖了强大的装甲，并且还拥有了一把强大的武器，对着丧尸警察进行射击。丧尸警察的防御也很强大，在试图抵抗，并发动了袭击，直接咬向了突变马桶。他到底咬没咬到突变马桶呢？让我们放慢动作看一下。这一幕相当滑稽，就好像丧尸警察想要亲吻突变马桶一样，非常搞笑的一幕。突变马桶很明显并不喜欢这种做法，开始疯狂的反击，用左手的武器连续击打丧尸警察，直接把丧尸警察给击退了，看样子是被彻底摧毁了。然后在墙上我们看到了一名博主的海报，接着突变马桶用武器对准了主视角监控人，本以为是想要对付主视角，子弹从头顶飞过，命中了身后的墙壁，射出来一个大洞，这样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大洞出去了。并且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个粉丝打赏了作者，作者为了对他们表示感谢，在视频中展示了出来。接着我们看到主视角和突变马桶都逃了出来，但不幸的是，另外一个突变马桶被丧尸音响人给抓住了。这个丧尸音响人曾多次出现，并对联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在第14集中他再次出现，我相信总有一集会彻底把他给摧毁掉，让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集中我们看到的丧尸洞穴和之前叛变的电视人来到的那个地方并不是相同的场所。我们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消息，丧尸基地不只有一个，目前还有一件事搞不清楚，这个被拖拽的马桶人被带去了哪里，要对他做些什么都一无所知。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一切讨论。这一集中我们看到了突变马桶在得到 F18 后变得非常强大，之前的 G-Man 在 F18 的加持下做出了很多事情。那么在下一集中，我们肯定会再次看到突变马桶进行战斗，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不过目前第15集已经更新了，我也会尽快做出来视频分析。值得一提的是，第15集的剧情相当炸裂，非常疯狂，丧尸音响人竟然吃掉了自己的同类。并且得到了进化，变得更加强大和可怕。他竟然能够把丧尸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量。此时他得到了升级进化，肯定是要和突变马桶进行战斗。然而突变马桶现在也不是普通的精英干部，在得到 F18的加持下，实力变得非常强大，所以他们之间的战斗将会非常精彩，将会是一场史诗级大战。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呢？让我们敬请期待第15集剧情的分析吧。小伙伴们，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来分析《马桶人丧尸宇宙》第15集的剧情，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但里面有很多我们可能忽略的隐藏剧情和彩蛋，需要好好的讨论一番。这一集足足有2分多钟，发生了非常多疯狂和悲伤的事情，大家准备好来了解这一集里面的真正秘密了吗？我们将会看到丧尸音响人是如何进食的，他竟然在吃其他的同类丧尸，并且还可以得到进化，变成了丧尸巨人。这一集将会非常的疯狂刺激，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精彩部分，请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边，让我们好好欣赏这一集，并且把视频看到最后，绝对会让我们都大吃一惊的。我将会向你分析这一集的隐藏剧情和所有彩蛋。F18武器在这一集中将会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并且还有新的丧尸登场参加战斗。我们以前是否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第15集发生了非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有很多的惊悚画面，就连主视角都感觉到了不适，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开始要呕吐了。如果胆子小的小伙伴不建议继续观看，现在就让我们对《马桶人丧尸宇宙》第15集进行逐帧分析吧。让我们先回顾之前的视频，主视角掉入了丧尸的肚子里，然后成功拿到了 F18武器。打丧尸的肚子里射击了一个洞，就直接冲了出来，接着用 F18武器就永远的摧毁了这个丧尸怪物。当主视角被丧尸吞进肚子后，这个丧尸就直接传送到了他们的基地。现在主视角就被带到了基地附近，于是他独自一人闯入了丧尸基地里面，并且看到了这一幕，于是他就跟踪身后，决定监视他，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来到了丧尸洞穴。当他潜入进来以后，发现了被关押的其他突变马桶人。由于现在到处都是被丧尸病毒感染的丧尸，联盟和马桶阵营已经联合起来，所以主视角决定把这2个突变马桶给救出来，于是就打开了牢笼，把这2个突变马桶人给放了出来。他的这个举动同时也惊动了这里的丧尸。接下来就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主视角的枪法非常好，手持 F18武器消灭了一个又一个丧尸马桶人，非常轻松，就如同摧毁玩具一样。然而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危机在等待着他们。一个丧尸警察追击了过来，然后突变马桶人竟然把 F18给夺走了，安装在了自己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突变马桶得到了进化，在 F18的加持下，他变得非常勇猛和强大，非常轻松就干掉了这个丧尸警察。现在的他就如同从未来穿越来的终结者一样，有一种摧毁一切的气势。接着我们看到他在墙上开了一个洞，所有人都从洞里面出来了。本来以为一切都安全了，可以回家了，然而事与愿违。丧尸音响人突然出现，抓住了这个可怜的突变马桶人。这个可怜的突变马桶本以为得救了，结果下一秒就被干掉，真是世事无常，大肠包小肠呀。我们看到这个丧尸音响人掐住了突变马桶的脖子，直接把他给折断了。在丧尸音响人面前，这个曾经非常强大的突变马桶人现在变得不堪一击，就如同丢垃圾一样，随便往地上一丢。他真是太可怜了，他并没有好好表现自己就走了，让我们祝他一路走好吧。接着我们看到这个被 F18加强后的突变马桶，很明显非常愤怒，要为他的兄弟报仇，抬起手臂，激光炮对准丧尸音响人发动了攻击，一枪直接摧毁了他的手臂。丧尸音响人非常愤怒，朝天大吼大叫。接着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受到感染的丧尸从天而降，密密麻麻的丧尸一个接一个出现。这些丧尸监控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变成了丧尸阵营中的成员。没想到丧尸音响人还可以通过吼叫召唤丧尸军团，这个能力也太厉害了。但我们回看第6集的剧情，当时有一个丧尸也在进行尖叫，接着就把丧尸科学家给召唤了出来。不过当时的那个丧尸是在求救，而在第15集中，丧尸音响人很明显是在发号施令，所有的丧尸士兵都必须要服从命令。其中一个丧尸监控人朝主视角拖了上去，结果他的身体被切成了2半。这个丧尸监控人为他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当我们放慢镜头发现，这个保护屏幕马上就出现了，把他切割成了2半。这个保护屏幕是谁激活的？目前还不太清楚，不过我们稍后可以推测一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丧尸监控人并没有完全死去，他的身体上半部分竟然还可以行动，继续向前爬行。不过接下来他就被大脚板给踩碎了，只留下来一只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丧尸音响人直接愤怒，他根本就不怜惜自己的下属，就如同对待他的小玩具一样，随意的把这些下属扔掉。如果我们看到《我是传奇》这个电影，其中就有这样一个片段。丧尸音响人并且举起一个丧尸监控人，试图攻破屏障，却并不能把屏障打破。接下来他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当他吃了一口自己的下属后，我们看到他的手臂再次伸长出来，并且手上还有一个锋利的电锯。我以为他要用电锯切割保护屏障，没想到他竟然在吃自己的同类，把手中的那个丧尸监控人给吃掉了，以至于主视角都看不下去，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想要呕吐的感觉。本来以为吃一个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个丧尸音响人吃上瘾了，竟然又继续吃另外一个下属，这实在是太疯狂了。如果此时你正在吃饭，我建议你还是等等再吃吧。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丧尸军团在看到自己老大吃下属的时候，竟然不为所动，也不知道逃跑，他们高度服从命令，哪怕是被自己老大吃掉也毫无畏惧。这就是丧尸军团的可怕之处。我们看到丧尸音响人吃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吃饱了为止。现在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身体在不断颤抖。这个丧尸音响人看起来要进化的非常强大，情况很糟糕。主视角监控人把喷气背包放了下来，他要干什么呢？竟然又拿出来2个马桶塞子，没有想到还可以这么射击。马桶塞子藏在背包里面，通过按钮就可以弹射出来，这个设计非常炫酷。当他拿到2个马桶塞子后，我们看到这个丧尸音响人已经进化完成，并且用手臂电锯一下就破除掉了保护屏障。他并没有第一个选择攻击主视角监控人，而是冲向了突变马桶人，一拳就把他击倒在地。然而这个突变马桶人并没有被轻易击败，当他起身后，直接冲向了丧尸音响人，并且抱着他一起冲向了高空，在高空中进行战斗，用力击打他，并用力将他扔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他的胸部，竟然安装了导弹装置，对着地面上的丧尸音响人发射了导弹攻击。这次攻击威力巨大，周围引发了剧烈的爆炸，接着直接俯冲向了地面的丧尸音响人。这是一场史诗级战斗，非常的帅。本以为战斗就此结束，然而根本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到突变马桶人战斗过后，很明显也受伤严重。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丧尸音响人突然动了，他对着前方再次尖叫，并召唤新的丧尸前来支援。这里我要再次说一个小细节，当保护屏幕出现后，丧尸音响人尝试攻破，但却失败了。那为什么后来就可以攻破呢？我们注意看主视角拿出喷气背包后，周围有这种液体，而这种绿色液体是丧尸身体流淌出来的，这说明这种绿色液体可以让丧尸音响人变得强大，同时也可以穿透保护屏障，致使他成功破除掉了防御罩。当躺在地上的丧尸音响人再次发出尖叫后，一个新的丧尸登场了。我们看到他拥有机械腿，样子非常惊悚，来到了丧尸音响人的面前。这些机械触手参考了原版剧情中的场景，在原版第44集中，我们就看到过有类似机械触手的马桶人出现，并且我们注意到这个丧尸马桶人的身体前方还有一台电视机，在电视机上还有 Skibida 的字样，并且在马桶水箱的底部还有一个类似于婴儿车的东西，浑身都生锈，并且这个家伙让我感觉和原版剧情中第42集出现的马桶人很相似。难道他在丧尸宇宙中也被丧尸病毒感染变成了一个丧尸？接着我们看到他一登场就对着突变马桶人发动了电视屏幕攻击，在红光的攻击下，突变马桶人已经被催眠控制，并且操作自己的武器试图攻击自己。这个时候主视角监控人拿起马桶塞子，赶快攻击了电视屏幕，电视机屏幕破碎掉后，攻击也就被打断了。突变马桶人慢慢的清醒了过来，此时的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赶快离开这里，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他已经基本消耗掉了 X18 剩下的能量，现在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利用喷气背包飞了起来，飞向了远处。主视角监控人也飞了起来，跟随其后。由于能量耗尽，没有飞多远就坠落下来。趴在地上的突变马桶人想要尝试再次站起来。当他按动手臂的武器，却发现没有任何能量，他明显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接下来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没想到这个突变马桶人直接消失掉了，直接就变成了 X18 武器。这说明什么？说明 X18 武器是把这个突变马桶人作为能量来使用，当能量耗尽后，这个突变马桶人也就消失了。这和之前的 G-Man 不同，因为之前的 G-Man 在倒下后， X18 还显示拥有好几个能量格子，在远处还能听到丧尸的尖叫声。我们看到此时的整个场景都是一片血红色，非常的诡异。在视频的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一张图片，图片中也显示了这把 X18 武器的工作原理和具体能力。X18 武器不能随便使用，它会剥夺使用者的能量和生命力，如果一直使用 X18 就会导致最终的死亡，就如同这个突变马桶人一样。不过幸运的是，主视角监控人活了下来，让我们期待第16集剧情的分析吧，到时候我也会尽快发布。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感恩每一个小伙伴的支持和订阅。